大家好，我是以赖。最近整理了去年到日本参观定制网的素材，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。这里是日东制网公司位于富山县冰见的工厂，因为富山湾的定制渔场很多，定制网一组都非常大，在总公司做好的渔网会送来这里，就近在这里进行组装。除了制作新网之外，这里也有修补保养旧网的场地。定制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送来保养，延长网具寿命。日东制网公司很出名的就是他们的无结网，绳子跟绳子之间的接缝处都是没有打结的，不论绳子粗细大小全都是无结网。他们总部买塑胶颗粒原料，拉成细丝再编织成线，让线在编织变粗的同时直接结网，有点像是编织毛线的感觉。我在参观总部工厂的时候，有看到那种专门编织网子的专利机器，是初代社长自己设计的。那个工厂全程禁止拍摄，应该是担心专利被偷拍走。那个机器很厉害，规定做出来的网目宽度公差必须在 2% 之内。我在现场看都是 0.2% 左右。网线做出来之后要泡热水，再用蒸汽加热，经过热处理定型之后更耐用。会有这次旅程，是因为我想参观日本的定制网作业，或者参观渔协、渔市场实际的操作，所以就到处打听。我甚至还有去报名政府办的渔业考察团，他们有开放自费的名额，但是我没有被选中，因为我不是渔业相关人员。那在一次聊天的时候，在定制网老板的牵线下，就很幸运地参加了由日本日东制网公司举办的行程。他们提供交通与用餐，其他的我们自费，包含了跟富山县的定制网出海，参观制网公司的工厂，冰见市的渔协拍卖，高知县素毛市养殖黑尾鱼的工厂，这些单位用的都是这间公司的网具。我想这算是制网公司他们推广业务的售后服务活动，当然也是沾了定制网老板的光，才有机会能够一次很全面的看到整个产业的很多面向。最后在日东总公司举办的养殖会议，是面向整个亚洲的客户，让我看到很多从没见过的视野，这实在是做频道中最棒的部分了。这是另外一个厂，在网具的卡车可以停到这里，把网具拉上来，这个转角处有可以旋转的铁棍，经常在渔船上能看到，拉网子的时候比较不会卡住，降低损耗跟断裂。网子都非常重，用这个绞盘把网子拉上来，在定制网的船上也会看到这个机器。在刚刚那边编织成一片一片的网子之后，再送到这里组装成一个立体的面。这里还有像缝纫机的机器，把很长的网片连接起来，用粗绳子绑在转折处，或者每隔一段距离加厚设停损线，渔网破的时候才不会一路破上去。我看到的网都是平面的，躺在地上，但实际上放入水中必须是一个立体的，像盒子一样的空间才能捕鱼。所以我觉得设计网具的人跟现场主导组装的人脑子都很好，空间逻辑概念都要有，不然很难拼起来。他们说这里的员工要上手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这些员工都做很久了。现在看到这个网就是定制网最末端的部分，你看到这个网眼了吗？之前出海的影片看不清楚的话，这一个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其实定制网的网眼很小，在黑布定制网出海的影片中能看到，定制网会围住很小的鱼。很多人都会用抓大鱼放小鱼这个标准来评判渔法的好坏。站在这个标准看，定制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永续，但是网眼小也有很多好处，附着物很多，鱼很容易看见。就算没看见撞到了网，也不会因为卡网而死掉，让鱼群在运气好的时候能够逃走。而且起鱼的时候，鱼几乎都是活着的，保鲜程度非常高。凡事都有两面，看你用什么角度去解读。认真说，没有任何渔法是永续的，全都是掠夺，都是杀生。没有什么渔法特别高尚或是低贱，渔法只有效率高低的差别。要有效增加环境里的群体数量，只有一途，不要吃，不要捕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人类还是很需要鱼肉的优质蛋白质。那除了定制网，你能想到的网子他们都有做。在这里的组装大部分是手工编织，差不多就是总公司织布送来这里做成衣服的概念。
他们说一具定制网组装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接着还参观了维修网具的地方，流程就是先清洁掉网具上的附着物，像是藤壶啊、海藻这些有机物，这些死掉发酵会非常臭，还会产生热气，所以日本规定网子不能在渔港清洗，废弃物随意丢弃也会罚钱，所以都送来工厂这边洗。洗完晾干再浸泡这个像是沥青的药水，这样能延长网子的使用期限。绳子的原料本来就是石化工业的副产品，所以用沥青去填补网子的破损，它的效用还有稍微降低附着物的数量。浸泡之后再整张摊开来阴干，这样就算完成保养了。原本要参观冰见鱼鞋鱼市场，但是早上大暴雨，渔船跟定制网都没有作业，而且昨天就看过黑布鱼鞋的作业了，就取消这个行程，改去冰见的 Mizuno Eki 晃晃。日本有很多 Mizuno Eki 都蛮有特色的，这里就有卖很多鱼。这个就是冰见寒狮，8公斤以上的青干才能叫做ブリ。这里也有松叶蟹，身上都有产地标签。日本的水产品都会明确的标注是哪一个渔港或是哪一个海域捕捞的。冰见渔港离这里非常近。这个是黑毛、竹夹、尖梭、黑达，都是一盘500日币，很夸张的价格。旁边那个小青干一样的品种，但是就不能叫做ブリ。野生鲑鱼跟野生的鳕鱼，公的跟母的价格有差，所以都会标记出来。这里买鱼真的很透明，处理好的半成品也有。这是青干的边角料下巴，这是河豚肉，就是海鸡腿。这个居然比黑毛贵很多，海鸡腿在台湾收个靠北。刚刚那几种鱼切好的生鱼片也有，最旁边的还有胡椒鲷跟石鲷生鱼片，都是切好的。也有熟食区，全都是海鲜，非常好逛的购物区。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红喉鱼鸭寿司，这个目前半价优惠哦，整个包装的很精美，但是滞销。握寿司组合就蛮贵的了，毕竟这年头最贵的是人工，买整尾鱼很便宜，但要经过包装加工就贵很多了。我买了这个红喉鸭寿司加一个 kiwi， 它这个包装的很精美，做鸭寿司的模具都附带给你。想当然的有很多公设比，这个是超小只红喉做的，表面炙烧过，所以不怎么红了。看起来是整个半边鱼做的，所以很小的一尾鱼。鱼肉是全熟的，没有任何油脂，鱼肉薄如纸。不能说难吃，但是就是很普通。不看包装盲测的话，绝对不会知道这个是红喉鱼。在休息站当点心吃还是很不错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日本的这种休息站都有卖很多当地特色的东西。冰见鱼市场几乎就在对面，所以喜欢海鲜的人一定要来看看。在这里经常能看到这种玻璃球的装饰品，这个是古代的浮球，让渔网不会沉到水里的装置。在没有塑胶浮球之前都是用玻璃球的，麻绳编织缠绕起来使用。这里还有介绍富山县的冰见地区被认定日本农业遗产。日本农业遗产是依照世界农业遗产的5项认证，以及日本独立制定的3项标准来进行评估。我上次去的琵琶湖也算是其中一个。接着来到冰见渔业交流中心，就是博物馆了。一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定制网介绍图，介绍的非常详细。有个设计很有趣，叫做金库网，就是用来把今天不想带回港的鱼放在那边养2天。旁边是一个定制网的模型，他们的圆网做得很长，而且是2边开。天花板上吊着的是整组完整的定制网，空中悬吊着鱼的看板，搭配地板上的路线图，还有标记你目前在渔网的哪一个位置。你可以很直观的想象自己是鱼，一步一步的走入人类设计的陷阱里。富山地区捕鱼的历史有400年，所以这里也展示了各种古代的捕鱼设备。虽然不是很懂，但我个人觉得很有趣。
这个是编织渔网的网针，刚刚那个定制网工厂就有看到。这个是金库网，养活体用的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猜是做鱼板的模型。这个位置就是运动场进到中网的通道，连接的灯网是一个斜面的，游进去像是登山一样，逐渐拉高。鱼群进去之后会习惯性的往水下游，那就降低了逃走的几率。中网的后面就是捕捞鱼的地方，定制网每天作业的范围，入口是一个漏斗的形状，也是进去容易出来难。这两种设计使鱼群不容易跑出来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放定制网的地方还是非常考究的，不是随便找个地方丢着，鱼就会自己跑进去，需要有洋流跟海底地形的配合。这里展示的是古代的渔网，用稻草编织出麻绳，再编织出网子。这个是纯手动的绞盘，人力旋转把渔网拉出水面，长得跟现在那个定制网用的一模一样，但现在都是电动的，作业的很快。古代的定制网小船有很多设计都很巧妙，专门针对定制网渔法的各种工具，如果有来玩的话可以参观看看，这里是免费的。还有一些给小朋友玩的玩偶，这是青干鱼的填充玩偶，中间用磁铁连接，可以让小朋友体验看看鱼是怎么被分解的。这整组很棒，真想买一组回家做纪念。后面还有一个小的餐饮区，有一个大的电影布幕，播放着跟渔业、渔船相关的影片。在大雨倾盆的当下，这真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地方。上次夏天去东京吃生鱼片，很多观众都留言，夏天去大城市有啥好吃的，又贵啊，要冬天的时候去富山吃啊。OK， 11月了，富山县吃吃看回转寿司，弄点冰剑寒湿来吃吃。这里是手写的单子，做好了就端上来，上菜的速度非常快。富山县的名产白虾，大家说必吃。虾肉很软散，稍微用力就断了。这么软的虾要把壳弄掉真的很难。这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，我吃过了。另一项富山名产银乌贼，这个认真说呢是鱿鱼，跟台湾人喜欢的锁管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肉比较薄，嚼劲比较弱，腥味很重，很咸。上一次吃的比较好，这个可能冷冻过了。这个是青干腹肉，很出名的冰剑寒湿，银皮很漂亮，但感觉不够油，蛮好吃的，尾韵有一点酸。不知道是否我抱持了太高的期望了，还是这个店的等级不够，这个我只能给75分。这个是鳕鱼上面裹熟的鳕鱼卵，鳕鱼的白子很有名，鱼卵通常是做明太子，这个单价很便宜，没有吃过吃看看，鱼筋很多，超难嚼的，应该是锻炼咀嚼肌用的吧。鳕鱼白子上面是醋冻跟萝卜泥，入口都是醋的味道，但是马上白子的鲜味就上来了，很清爽，有一点点奶味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应该是鸟贝，蛮脆的，但是要嚼很久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对于生吃贝类我没有很爱，就只是尝试看看而已。炸的白虾看起来很像炸西虾，这个蛮好吃的，虾壳很软，跟樱花虾一样，不会有刺嘴的感觉，吃起来很顺，很香。我还点了其他东西，但都没有什么记忆点，就是填饱肚子的平价小店，干净，速度很快，品质稳定就 OK 了。下一站来到了位于福山市的日东总公司，来参加他们主办的养殖会议。会议室里面也是禁止拍摄的，会议室外面的展览厅可以拍摄，我就尽量分享一些内容吧。
这里是介绍他们公司所有的产品以及各种多样化的用途，不仅仅是用在渔业跟养殖业而已，还有一些防护的铁网也有做。那无结渔网的使用寿命比较长，因为不容易受到结绳跟网眼的磨损，可以降低维护跟更换的成本，而且能够增加撒网的覆盖面积。绳子有分浮水沉水的2种，还有能增加盐水抵抗等等的功能。那这个会议呢，日本大约有46个单位来，那么韩国、中国、台湾、新马、菲律宾也有人参加。那包含学校、研究单位、博物馆的人员、养殖场、种苗、饲料厂、风电、太阳能、各种大型机具设备、特殊塑胶造船，反正在渔业里面能看到的单位都有来参加，做简报、交个朋友、拓展业务这样子。那海很大，海洋资源能养活无数的产业，各种附加的设备、企业太多了。越是深入了解日本的整体产业结构，越是觉得我们很难追赶。尤其是在会议的最后，社长说他觉得自身还有很多的不足，公司的目标是超越欧美的科技发展，所以在他们眼中自己还是有所欠缺的。那有机会遇到各个相关题材的影片，再跟大家分享各种见闻。隔天参观了高知县素毛市的黑尾鱼加工厂，这个加工厂也是全程禁止拍摄，我只能口头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这个画面是会议结束的晚宴，他们拿了一尾自己养殖的黑尾鱼来做切割秀，然后大家把它吃掉。这个黑尾鱼是捕捞野生的小的活体，在海里面做一个围网养着，用竹荚鱼、青鱼、沙丁鱼等等的小鱼来喂。那为了确保饲料供应，在加工厂旁边有个非常大的冷冻库，用来保存从附近渔港买来的小鱼。超大的一个厂，总共可以囤上百吨的鱼。买来的小鱼先用-40度急速冷冻，再用-25度长期保存。给鱼吃的小鱼保存的跟人吃的一样谨慎。黑尾鱼养到50公斤就从海上拉回来分切，在不冷冻的情况下寄送。除了黑尾鱼外，也有养真鲷青干，但是那一些是吃饲料的，只有黑尾鱼是吃鱼。那旅程中的一切感触与过去人生累积的经验，形成了许多碰撞与摩擦。过程的见闻回答了我心中许多疑问，但也增生了更多的疑问和发想。这一次出发所结下的果，生成了下一次启程的因。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